UC0093年，在夏亚的叛乱中，牛高达与阿姆罗一起消失于奇迹之光中，而阿纳海姆的格纳库里还藏着一台次世代量产原型机。你不会想到，连量产牛这种机体，万代都能在短时间里给你出2套玩具，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新规的情况下，改了改背包就能加个高价。我实在想不明白啊，为什么不愿意再出一个配件包？并且我可以预言啊，可能就在很近的将来，这个量产牛也会和 S 高达 Booster 一样，会出一个合体版的套装，咱们拭目以待。反正我是定了，也反悔不了了。现在价格还破发了，赶紧带大家来开箱看看情况。首先还是要给本体装上本次最大的修改点，这个几乎和牛高达一模一样的背包，以及同样单边配置的高出力光束军刀。OK， 那么把2台量产牛拿出来，这样本体整体对比一下，浮游号版本的除了蓝灰色的发色更深以外，和线控炮的版本就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漆面会感觉更厚一点吧。设定上只有一台的量产牛换了个背包，配色都不一样了。これがサイコフレームのパワーか。可动方面自然也是因为都是同一个本体啊，所以完全没有差别。首先脖子的部分是有一个类似拔出的折叠关节，拉出之后的低头幅度能来到超过45度的大范围。同时抬头也能超过45度，甚至超过60度，这颈椎很好啊。左右的歪头也有30度左右的幅度，感觉还能再歪一点的，但是我没有掰动。最后360度的平转也是轻松没有问题的。肩胛的部分前后都能裂开独立上抬45度，虽然感觉作用不是很大。而大臂根部也在胸腔内藏进了一段拉伸用的折叠关节，这个地方能让手臂前伸超过45度，非常的不错。同时向后摆也能达到接近45度的挺胸幅度。大臂的360度垂直大风车自然也是没有丝毫问题的。同时肩胛可以做独立的侧抬避让，平台借助拉伸出来的关节也能轻松超过90度一点。360度的大臂根部平转也是标配，不过我的这里非常的松。曲肘由于造型的关系只能达到150度左右，不过也完全能够摸到肩胛了，而且肘关节还有小联动，不过看不出来。而手腕的部分则是一个30度左右的可动摇摆球关。腰部可以弯曲30度，虽然有驾驶舱的内缩，但这个可动感知非常的脆弱。挺胸则是几乎没有的，可能也就大概15度这样。而左右的腰部侧摆幅度是很小的，大概也就是15度的样子，几乎是等于没有。还好腰部的平转是没有干涉的，可以360度转动，不过这里还是要小心裙甲的干涉。裙甲的避让方面，前裙甲可以前抬90度，侧裙甲只有60度，而后裙甲则能基本达到90度。同时这里可以看到胯部有经典的下拉前伸关节。前提由于有下拉关节和裙甲避让，可以超过90度达到120度左右。而后裙甲可上抬，使得后踢同样也能达到接近90度的幅度。但是侧踢比较的迷啊，直接限位在了75度附近，没有办法做到90度的完全平抬。大腿的根部平转向后可以做到180度，但是向内转由于造型的原因只有30度左右就会卡住。屈膝能达到180度的大小腿紧密贴合，同时可以看到造型上有联动，膝盖处露出的液压感细节能看到活动，很精致的感觉。脚踝部位的左右平转是基本没有什么幅度的，前脚掌可以做一段向下的小幅摆动，范围不大且有一点松。而脚踝的内部是有2段关节的，本身脚踝可以做抬脚和垫脚60度的转动翻折，同时上方的连接部位有一个轴，可以做前后一定范围的摆动。加在一起的话，脚部向下翻是可以完全打直的。向内和向外的接地则只有30度不到45度的样子，是关节卡位而并非干涉，对于牛这种宇宙用机体也够用了。整体的可动来说，虽然算不上非常的强悍吧，但也绝对是非常不错的。这可能也是线控炮版本价格涨起来的原因。手型方面和线控炮版也是一模一样的，一对握备用光剑的手，一对握高出力光剑的，一对开掌手，一对握拳手，最后一对4指并拢的微张手以及一对握枪手就结束了，算是正常也且很实用的配置。至于其他的武装和配件方面，东西给的都是挺齐全的，这里就把这些装备都搭载上，就可以结合上本机的机设，和大家一起好好的唠一唠了。机体编号 RX94 是联邦为了应对可能长期化的第2次新疾风战争，在当前量产机拮纲完全落后于对面乍得多家的情况下，以牛高达为基础开发而来的高性能量产机，计划配备给联邦的王牌驾驶员。该机并非概念机啊，在阿纳海姆的工厂中也确实有该机的目击记录，但由于夏亚之乱持续的时间实在是太短，
加之老生常谈的高成本问题，以及 UC0096 年后精神感应骨架被封印等问题，该机最终只制造了一台原型机就被杰斯塔所取代了。由于考虑到了量产，核熔炉出力由2980千瓦下调至2500千瓦，推力也由 97.8 吨下调至91吨，其他的骨架、零件和高消耗部件都比牛高达低一个档次，但精神感应系统并没有被取消，因此新人类驾驶员依旧是可以使用飞翼浮油炮的。但考虑到非新人类机师玩不转的情况，系统会切换成准精神感应系统，且此时为非新人类机师配备了可以和浮油炮简单比拼的武器——线控式攻击终端 INCOM， 和 S 高达的 INCOM 是一样的，飞出去后打一发就得回来充能，而且机师此时需要同时操控多个终端。量产牛一共是搭载了4个，且都给了对应的连接件和铁丝，可以展现出打出去的造型。另外需要说明一点啊，两台机体的背包是完全通用的，所以可以装到新的本体上摆出线控炮攻击的造型，只不过我的这个搭载感觉有点松。机体的其他部位也基于牛高达有了一个较大幅度的修改，首先最显著的就是机体全身加装了大量的姿态治愈喷口，肩甲的造型也更加的复杂，镂空的部分在机设图里像喷口，模型上更像是露出的内部骨架散热。另外胸部左上方的辅助用瞄准装置也被取消了，不过小腿肚后方这里的这个辅助推进器倒还是保留了下来。两只手腕都可以挂载一把光束喷枪作为辅助武装，出力不大啊，储能在后端的圆形储存罐内，处于一次性的武装，打完即可丢弃，整个涂装还是很细致的，不过玩具里一盒就只给了一个。而线控炮背包两侧安装的2把高出力光束军刀也能像 ZZ 高达的一样，另一端其实是光束炮口，可以像这样向下翻折至前方实现光束射击，本身基座的部分也是一个球关，可以调整角度。而拔出作为光束军刀使用时也可以达到极高的出力，玩具内也是难得的给了喷溅特效的刀刃。另外牛高达之前手腕上搭载的备用光束军刀在量产牛高达这里也是没有落下的，但是只给准备了一个武器挂架挂到屁股的后方，而且这就是个纯粹的挂架，并没有什么办法为刀刃充能，所以这把刀也是一次性的。盾牌使用的是牛高达的相同款式，内部自带了一部发电机为内藏的光束加农炮充能，光束炮的出力可以达到 7.8 兆瓦的战列舰水平，并且两侧还挂了4枚格斗导弹，为机体增加了实弹武装。玩具里给盾牌附属了2个连接件，一个正常挂手臂上，一个挂在光束喷枪的上面，给的还是挺齐全的。另外盾牌上自然也配备了抗光束涂层，但即便如此高规格的盾牌啊，也依然是抵挡不了多次的光束直击的，还是得上裸子的光束罩使用。另外光束枪也基本继承自牛高达的同款，最大出力能到 3.8 兆瓦，虽然比不过盾牌直连核熔炉的威力，但是该枪可以打连射的模式，变成类似光束机枪的效果，精度方面也是非常优秀的。而这个拉得很长的俊美牛脸上也搭载了和牛高达一样的通信和火控系统，2个黄色的炮口也和牛高达是一样的，是经典的60毫米头部火神炮。那最后的武装就是本款玩具最大的特色了，和牛高达同款的翼状浮油炮系统虽然说是一样的啊，但是玩具的这个浮油炮比 M2 牛的要大一圈，不过结构上倒是完全一致的。而像这样一片一片插上去的搭载方式也证明了它和牛高达是一样的，这浮油炮就是一次性的，还没有完工的产品，一次出击只有7发的残弹，打完就收不回来了。不过玩具里还给了另外一个设定，就是把光剑的基座可以拔下来，然后换上另一个浮油炮的挂钩基座，这样就能还原另一种牛高达的造型了，就是双翼牛。但这个造型啊多少有点丑，而且把光剑拿下来让两边搭载一次性的武装也很莫名其妙，所以我最喜欢的还是把浮油炮全部都打出去的样子。这次的产品里也很良心的附属了这个透明的浮油炮展开支架，当然了，要说良心那定价也涨了很多，不给说不过去呢。支架是插到背包的后方的，背包上会有一个盖板给盖住，可以用附带的黑色撬棒把盖板给弄下来，然后就能对准孔洞给安插上去了。浮油炮这个东西啊，还是要飞出去攻击才好看呢。另外忘了说啊，浮油炮的挂钩是有横向旋转和纵向旋转可动的，而光剑的基座部分当然也和牛高达是一样的，是可以旋转的。不过如果你嫌弃这几种搭载方式都不好看的话，而恰巧你手上又同时有线控炮和浮油炮版本的量产牛高达，万代直接帮你吃书弄个新设定，把线控炮背包的下方基座展开，把浮油牛的这个连接件拿过来就这样插上，量产牛高达也能拥有像嗨牛高达一样展开的翅膀结构。没错，这是产品包装盒上的原话，毕竟它也不能瞎写啊，设定上从来就没有说过有这个东西，但为了卖产品，指不定万代什么时候就会把书吃了又给吐出来呢。再说了，要吐出来其实也不难啊，设定我都帮你想好了，
测试过程中，飞翼浮游炮作为一次性的武装消耗太大，联邦需要阿纳海姆能精进后产出能循环利用的版本。A1 社结合 Incom 的可回收充能的技术，在 Incom 背包基础上改造，让浮游炮也能即时回收，由此产生了海牛背包的雏形。那么以上就是量产牛高达的全部内容了，东西玩法还是很多样的，素质也不差。但线控版如今涨价离谱，浮游炮版的定价又堪比 MB， 我个人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尤其是想两个都买来组一套量产海牛的玩家，反正三思而后行吧。目前看浮游炮版有跌的趋势，祝愿大家和我自己都能好价的玩到焦吧。视频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转发，一键3连。